杨幂饰演的女主秦诗是一个职场女强人，剧中女主秦诗的人设和杨幂本人确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其中的杨幂就是一个职场女强人，而且衣着服饰和杨幂也很像，简直可以说是杨幂本色出演啦。徐凯演的是男主杨华，剧中的杨华是一个宅男，名牌大学毕业，一直在家炒股。他的妈妈逼着他，一直让他成家立业。杨华被逼无奈，去见了很多的相亲对象。男女主相遇是在唐依婷20周年结婚庆晚会上，杨华是去见相亲对象李代。但是杨华还没有见到李代本人，却遇到了秦诗。秦诗之前 P 了一张自己和杨华的合照，把杨华包装成为自己的爱人，但是他没有想到有一天竟然看到了杨华本人。秦诗很害怕自己假结婚被拆穿，不知所措的情况下，他上去强吻了杨华。杨华最终没有见到李代。杨华为了逃避妈妈的逼婚，决定和秦诗签订假结婚的协议。杨华偶尔陪着秦诗参加一些宴会，帮助一下秦诗的工作。但是在日渐相处中，杨华慢慢被漂亮、聪明、优秀的秦诗吸引。现在他已经对秦诗产生了好感。杨华和秦诗在一起生活，一次杨华买了一盆薄荷，薄荷的寓意是永恒的爱。秦诗开始不知道薄荷的寓意，就赶紧拿出手机来查，然后说出来了薄荷的寓意。这一下秦诗就知道了杨华喜欢他，杨华瞬间社死，不知所措。李代和杨华本来是相亲对象，但是被秦诗截胡了，所以他们没有见上面，但是他们相互对对方有一定的印象。后来李代知道秦诗的老公叫杨华，见到照片想起来这个杨华就是之前和自己见面的杨华，然后李代见了杨华的妈妈，带着杨华的妈妈在公司当着众人的面戳穿秦诗假结婚的阴谋。但是李代不知道的是，现在杨华已经喜欢上了秦诗。杨华为了保护喜欢的人，直接就假戏真做，宣布他们已经登记了。现在所有人都认为杨华和秦诗已经结婚了，杨华也就不用再隐藏自己对秦诗的爱意了，就开始了大胆追求。杨华长相帅气又很聪明，给秦诗的印象还非常不错。这样一个年轻的小帅哥秦诗，怎么可能不心动呢？这部剧不像其他的爱情剧一样，快到大结局或者剧情播放大半的时候才告白。这部剧第1集就安排上了吻戏，男女主感情之间也没有经历重重的困难，这样快的节奏真的是太让大家喜欢了。杨华其实对秦诗是一见钟情吧。我们再来看看他们刚认识时的细节。1. 协议书的签订。依慧与丈夫的结婚20周年纪念酒会上，秦诗盛装出席，当然是为了给老板撑门面。毕竟这个酒会表面上是酒会，实际上是应酬，好多人也想趁这个机会拓展人脉，寻找新的合作伙伴。依慧不就让秦诗趁此机会搭上蓝总吗？而杨华则是被逼无奈，妈妈让他去相亲，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场合，大大咧咧的就去了。谁成想一进去就遇到了秦诗，而秦诗丝毫不含糊，上来就亲吻了他，然后2个人就找了一个不被打扰的地方来讲述误会。秦诗告诉杨华，当年自己为了能够成功入职成语会律师所，谎称自己结婚了，从微博上找了一张照片 P 了一下，结果没想到今天遇到了真人。按照一般人的想法，既然是误会，自然也就算了，反正2个人圈子不同，这辈子应该不会有什么瓜葛。但是呢，杨华却说他要让秦诗声明他们2个人离婚了，还逼着秦诗签协议，甚至只给他3天时间。他为什么这么步步紧逼？其实对他来说，这个谎言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，但是他就是要凭借这个来让他们有下一次见面
面机会。大家想一下，3天以后见面跟1周以后再见，是不是会相差很多？说白了，杨华所谓的协议，不过是为了让他们有再一次见面的机会而已。2. 微博租女友。杨华回家发现自己被妈妈赶出了家门，他知道妈妈想要的结果有2种，一种是上班，一种是谈恋爱。很多人觉得这个时候他不是正好有秦师这个人吗？他完全可以跟秦师商定一下协议，但是他没有这么做，却发了一条微博想租一个女友。酒吧里他让好朋友扮演他，而他在一旁等待。其实他就是想要看看来的人是不是秦师吧，如果不是，他就让好朋友应付，如果是，秦师自然会直接来找他。果然他赌对了，来的人正是秦师，但是他再一次采取了欲擒故纵，假装生气的离开，却在车上等着他。他这种态度确实刺激到了秦师，虽然秦师知道这是他的计策，但为了自己的事业，他还是决定为自己努力一把。于是在情绪激动之时，不禁说出了他多年前发的那一条微博：世间好物大多不牢固，彩云易散琉璃碎。虽然当时杨华依然无动于衷，假装生气的走了，可是他内心其实还是很有触动的，所以他在回到旅馆之后，立马又给秦师打了电话，说想见一面。杨华此时只不过是在试探秦师，他想看看秦师对自己到底是什么态度，然后决定下一步如何做。在听到秦师不仅仅是在意自己的容貌，还曾认真看过自己的微博，跟自己有一样的3观时，他决定试着跟秦师交往，因此他俩有了后面的谈判。3. 展现才华。杨华和秦师2个人经过这次见面之后，又来了一个谈判，2个人约定关系存续半年，各自也都提出了自己的条件。然后杨华带着秦师去了自己家见父母，他本以为这一次他能够赢了自己的母亲，没想到他的各种方法在杨华母亲面前简直就是小儿科，母亲根本不为所动。于是秦师上线了，他几句话就拿捏了杨华母亲，让他有点手足无措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杨华第一次对秦师刮目相看，他越发觉得这个女孩不简单，她并不只是有漂亮的容貌，还有聪明的大脑。杨华已经明白自己对秦师有那么一点动心，所以下一步他也要想办法吸引秦师呀。于是他凭借自己的专业，指点秦师如何应对蓝总的丈夫庞定方，甚至还自己出手给他演示什么是技术流。也正是因为这一点，秦师确定自己没看错人。当然杨华的能力还不止如此，他就凭借一些材料发现洛威玉兰的问题，后面更是加班为秦师提供了一份详尽的报告。杨华如此展现自己的能力，不就是为了吸引秦师吗？他要让秦师发现自己并不是什么废物，而是真的有才华，配得上他的想象，也因此2人才能有更美好的未来嘛。总之呢，秦师在茫茫的网络上选择了杨华，是因为他有吸引自己的地方，而杨华见到秦师第一面就被他吸引，说明他也动心了。既然2个人对彼此都互有好感，接下来的事情可不是水到渠成啦。这就是所谓的28定律吧，有些爱情就是如此神奇。